覺得這很像是數位轉型，也就是說軍工業的數位轉型。那這個時候呢，忽然間我們又有了 AI， 我們整個戰場打仗的方式改變了，所以軍工產業需要做數位轉型，這件事情很重要。我的所有朋友們都在致力於各項的數位轉型、企業顧問的東西。另外一個有趣的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假設今天我們要打仗，我們的國軍數位轉型。下班為一線，小鹿帶你看世界。講到全世界呢最有創新能量的地區之一，我們就會想到矽谷。那過去呢，我們想到矽谷，想到就是像 iPhone 啊、Facebook、Meta、Google 或者甚至 Tesla 這些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看得到的生活方式上面的創新。但是現在，尤其從2026年，我們看到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就是這一股創新的能量進入到軍工產業。那尤其現在地缘政治发生了非常多的重大事件 ，AI 在裡頭也扮演了这个举足輕重的角色。所以今天呢，我們就好好在聊這個新的商業模式的這個產生，對於台灣來說又有什麼樣的意義？今天為你介紹我們節目上面的嘉賓，歡迎科技觀察家蕭尚農。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 Fox。好，一開始呢，先跟這個海內外的這個觀眾介紹一下，我跟 Fox 認識非常久的時間了。那先恭喜你喜獲麟兒，謝謝。據說他的名字也是 AI 取的。對，玄學的部分就是但最終還是有讓人類的這個相關的玄學的高手開了一眼，但前面的一些東西是有選項，對，是有一起配合的，應該說人機協作，對，對。為什麼要特別介紹 Fox 呢？因為在我心目中，就是 Fox 對我的整個生涯其實是有非常重要的這個助手的這個功能在的。就是我是傳統媒體背景出身嘛，但是在10多年前我寫了一篇文章 ，Fox 呢獨具慧眼，他說這篇文章真的是不分享不行，當時就在你的這個創辦的媒體上面就連載了，然後結果連載之後呢，這個漣漪效應，我被罵到不行，但是也引起了很多相關的討論。我覺得從那個之後，我好像事業也接觸到了網絡生態這一塊。那從那個時候 ，Fox 一直就是連續的創業家，然後也出場過。現在呢，特別關注在就是 AI 的運用啊，尤其是軍工業的領域當中。我跟台灣非常多的讀者都一樣，常常在你的臉書跟這個社群賬號上看24小時不間斷更新這個世界的這個最新的動態，到底是怎麼辦到的？實際上就像小鹿講的，就是我們在做媒體或是自媒體這件事情，大概是從2008年、2009年，我們做 Inside。那 Inside 這一個媒體，當時間就是其實這是共筆部落格啦，講穿了。那個時候是我們都在一些網絡產業，然後覺得那時候甚至連 Facebook 在台灣都還不紅，我們就開始在介紹臉書的如何行銷啊，然後一些 APP 的一些概念啊。那時候就是全部世界這些所有事情都才剛開始。那所以那時候你其實就已經在很習慣在看矽谷這些文章，你以前是用人工一篇一篇去寫出來的。那你觀察這些科技的趨勢，後來包含了我自己創業做很多事情，你對這些還是保持了很高度的熱情，是，所以你還是有很多觀察。只是以前你創業就不會想寫這些事情，那一直到了3、4年前，那個我把公司賣了，然後我有稍微多一點點的，然後另外一個是 AI ChatGPT 在4年前問世，我覺得這整件事情你就覺得哇，一個很重大的機會跟時代的機遇，那你就開始更積極的在做這件事情，就除了寫文章、貼文之外，那你就覺得說，我可以利用 AI 把這件事情更大的效率化。所以原理上這裡面是有很多東西，我們也都是利用 AI 在做處理。所以你做的主軸都沒變嘛，就是對科技的這個新的發展的熱情，然後加上 AI 工具的輔助。對，所以我們現在每次看到你不間斷更新的貼文裡面，多少是 AI 生成？一半吧，一半哦。好，我跟你們說，最近我看到一個數據超級驚人的，就是我發現其實有非常多的人在看下班國際線，但是呢，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沒有訂閱。如果呢，你一直都有在看這個節目，也喜歡我們選擇的內容，我想拜託你幫忙，幫我們做一件事情，就是現在趕快移動到訂閱那個按鈕，按下去吧。因為呢，這個動作可能不花你1秒鐘的時間，也是完全免費的。但是對於我還有團隊來說，就是非常重要的鼓勵。我看着你們的訂閱，我就有更多的動力把這個節目做得更深更好，長期的陪伴大家。請大家幫忙按下訂閱，下班國際線。最近你有一個更聚焦的領域，就是我看你分享非常多，就是關於美國現在軍工產業的變化，然後有裡頭幾間特色的這個公司，你也訪問過裡面非常重要的關鍵人物。
我想要從比較遠一點的這個時代先講起，因為以前美國的國防業跟科技公司的關係不是這個樣子。我們對於美國的軍工產業，就是我們常會聽到說，這個5大承包商他們承載了美國這些重要的，不管是什麼 F-35啊，或者是其他厲害的武器，那都是這些公司制造出來的。那我們主要聽到就是什麼洛克希德馬丁啊、什麼北方四小等等這些公司，大概就5家吧。那為什麼只剩下這5家呢？原因是因為在1990冷戰結束，哇，那個30年前的時代，這個冷戰結束了，那美國國防部長把所有的軍工產業，那時候其實有上百家，他們把它叫過來，就說我們現在冷戰結束了，所以沒有那麼多預算了，所以為了避免大家接下來生活不易，大家先合併，所以就變成是這5家為主了。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過去的30年裡面，我們聽來聽去就是這幾家公司的原因，就是這個樣子。那也因為這樣子，所以過去這幾十年裡面，這叫做成本加成法。他們在給一筆預算的時候，就是比如說我要蓋F-35好了，那這個 project 我先給你一筆經費，但是如果今天 delay 了，或者反正有另外的其他的原因造成這個專案無法如期交工，我就繼續加錢給你。這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就是為什麼 delay 了還繼續加錢？所以對這些軍工產業來講，他們就沒有誘因把事情做好做快，因為反正我如果做得慢，我還是會收得到錢，然後做得快，政府也不會獎勵我，所以這變成是一個 incentive 的一個導致，然後導致說我們現在常常聽到說也是軍購案，說是怎麼台灣的軍購案被 delay， 大家第一個想象的會是說，是美國人要搞我們，第一個想象會是這個。但我們現在回去看這件事情其實是主要2大原因，第一個是剛剛我們講到了軍工業它的這個誘因不足，所以它習慣 delay， 第二個是美國製造業的空洞，這30年剛好發生了什麼事情？剛好是整個美國製造業被移轉到了中國的重要時刻。那他們会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Apple in China 蘋果在中國這本書，這是我非常推薦去年應該看的一本書，就是他在敘述蘋果如何把自己的這些製造從加州移轉到韓國、日本、台灣，最後落地到中國的整個細節。那最後就是Apple 只有設計，他們把所有最強的這種工業設計、這些外觀的設計弄好之後，手把手教中國製造業做到好，然後把Apple 買了一堆製造業的機器放在中國，讓中國的廠商來包含了台商啦，那一起來製作。所以回歸回來就是說，美國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就是製造業變慢了，變弱了，所以他們製造這些軍武的速度就變慢了。想要看這個蘋果在中國的這個作者的專訪呢，B 節目也有就專訪過，在這邊大家可以點進去看。但你的意思就是說，這個蘋果發生的這個策略上面的失誤，其實在軍工產業也發生了，就是他把這個製造的整個能力，不論是有意識無意識的，反正最後結果就是美國本土是沒有製造能量的，然後也沒有辦法那麼快。對，所以這有幾個原因加成了這整個的大背景，所以造成說，哇，今天美伊戰爭爆發之後，這個丟了一堆，比如說愛國者飛彈之類的，發覺我們庫存量大降，然後但是我們的生產速度遠不及我們消耗的數量，所以這時候美國才意識到不對勁了其實他們不是這一年才意識到不對勁，他們其實這整個風波，這整件這個風潮，大概3、4年前大概就有意識到了，比如說前2年這個美國的智庫在說這個如果中共侵台，那這個飛彈美國多久會把飛彈給打掉？答案是大概1個禮拜就會打掉。就是他們所有的庫存全部打掉，那1個禮拜之後是要用石頭打嘛，因為整個製造能量不夠嘛，所以這變成是一個很大的危機，製造業的空洞，造成的這整件事情變太慢。好，我們為什麼要花一點時間把這個前提背景的設置好呢？那是因為從2005年、06年，我就反覆的在這個矽谷新創圈聽到的幾個名字，從 Palantir 到 Enduro 到 Shield AI， 他們是剛剛跳過出這個一個巴掌數得出來的這5間國防公司以外的新的新創公司的名字，但他們做的事情是最傳統的軍工業，可是他們做的產品，又是現在我們看到現代戰爭當中會看到的，包括了就是有 AI 輔助的這個判斷工具，或者是無人機，這個轉變，你剛剛說到一部分，因為美國自己製造能力太慢了，那還有什麼原因促成了我們聽到這些新的明星發生 ？OK， 其實這我覺得我後來思考這幾件事情，我覺得這很像是數位轉型，也就是說軍工業的數位轉型，它以前是government 政府裡面的最難、最神秘的數位轉型，但是從來沒有做過數位轉型，對吧？那這個時候呢，忽然間我們又有了 AI， 我們又有了無人機。我們整個戰場打仗的方式改變了，所以
軍工產業需要做數位轉型啊。我剛剛忘記還其實漏了一點，就是說軍工產業製造另外一個慢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軟硬整合似乎沒有想象中的好，也就是說在 F-35上面搭載的這個軟體，跟我們意識到了這一個最頂尖的 AI 的軟體，或是我們常常在接觸到這些消費型的軟體是不一樣的。那這中間又有一個底層的原因，是因為這些最強大的軟體工程師，在過去的20-30年裡面，是跟軍工產業沒有任何關係的。就矽谷的這些厲害的工程師是討厭打仗，不喜歡，因為對這些人來講，這是不是一個自由派的行為，這個不是一個他們想象中理想的職涯。那所以兩邊是分道揚鑣的，但這也造成說哇，軟體落後。但一直到現在，我們到了 AI 時代。新的數位轉型到來的時候 ，AI 轉型到來的時候，發現哇，好多事情要改哦。從底層的軟體，包含我們剛剛講 Palantir， 它是做軟體、做 AI 數據的。那我們剛剛講這個Anduril 或者 Sure AI， 他們其實除了他們在講硬體、無人機、無人船這些之外，其實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會講，他們有個軟體，比如說Sure AI 他們講的是 HiMind， 那這個 Anduril 它有個叫做 Lattice 的作業系統，其實這些都才是主要的大腦。那剩下這些東西其實是硬體。那我們以前常會講 IoT， 其實就是類似 IoT 的東西，因為它用一個軟體去控制這些硬體，只是硬體會爆炸。所以本質上這些還是某種的民用或者說數位轉型接下來的概念，就是我們把我們過去20年矽谷認知到這一套搬到軍工產業上面去用，這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太大的你沒有覺得這是有什麼太大問題？不會覺得很意外，可是在外面看起來會覺得發生了一個是很像異變、質變的東西。我會有2個問題是從這樣而來，就是好，前一代有點像是上一代的爸爸媽媽不會製造，那為什麼新的小孩會製造東西？你說 IoT， 它還是有東西必須要生產出來。然後再來就是在你剛剛講的這個前提之下，那為什麼忽然之間美伊戰爭這一次我們這個節目上面花了非常時間在探討，已經說哦，我用了 Cloud 去偵測說可能要形成的攻擊目標是什麼，這個發生的速度也很快。其實我覺得這都已經是一個沉澱已久的時間了。其實你看 Palantir 其實成立非常的久，我如果沒記錯，應該有零幾年，對，零幾年他就創立，他應該創立10幾年。他經過這麼長的奮鬥，他其實從阿富汗戰爭等等戰爭的時候，他就已經存在了，而且那個時候已經在跟體制對抗。也就是說，他甚至如果你去查的話，可以看得到 Palantir 他們之前是有告過國防部的，因為有很多在使用上面的限制，他們其實都有出書在講這整件他們奮鬥的歷程。那也就是說，過去軍方過於保守，不願意採用這些新的軟體，而造成的更多的傷亡。那這個是歷經了10年、10幾年的奮鬥，才是我們現在今天看到美伊戰爭 Palantir 去使用這些所謂戰場管理工具帶來的效果。那這其實已經經過10幾年了。那第二個是為什麼這些人忽然間可以製造東西？我覺得這只是另外一個觀念的改變，因為這其實不只是軍工產業，這包含了科技產業。我們會看到，比如說從 SpaceX 它是做這種我們叫 Deep Tech 比較硬的科技，但是遇到很多問題，比如說環保、環評這個各州的州政府在政策法規等等的卡它，然後有問題。其實所有的他們的製造業為什麼會被迫移轉出去？因為這邊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導致於說這無法去就是你沒有辦法很快速的 build 東西。但從 Elon Musk 開始之後，這些人慢慢的在本土開始做製造業。那比如說，我們在書中裡面會提到的，這個 Pomolocky 他主張的是說，過去呢，我們在做這些 F-35或是更厲害的這些軍武裝備，好像在做法拉利，在做跑車，又怪，又慢，然後又貴，然後呢，純手工，所以這就是又慢又貴，純手工，所以會慢嘛。那所以這件事情是我們要打破了，接下來打破了，應該是要變成是說，我們要做的東西要快、便宜。最好是能夠軍民兩用，因為軍民兩用才能夠大量制造，它才能夠成本才壓低成本。那這其實我們在講，不管是大疆無人機之類，就是說大疆無人機是民用，但他們如果今天要打仗的時候，就上面掛上炸彈，就變軍用。所以軍民兩用是在這件事情上面，最被討論最多的事情。所以現在就是開始我們要找找對的州，然後去對抗這些鬆綁這些法規。然後開始大量製造蓋大型的工廠，像這個特斯拉這一種巨型工廠。其實Anduril 也在俄亥俄州也搞了一個非常大的這個工廠，它就在他們一個舊的這個空軍基地旁邊蓋了一個非常大的工廠。之後以後就是要飛無人中程僚機等等的設施還有會做某種飛彈。
這是他們現在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你的意思是說，一路以來其實多多少少都有在這個軍工產業的制造邏輯跟商業邏輯有一些新的元素加進來，只不過現在我們看到一個水到渠成的爆發點，對嗎？對，我跟 Fox 分享，就是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就是怎麼聽到 Enduro Palmer Luckey 這個名字，也是這個 Fox 最新這本書《無人軍團》裡面他說是王者 Palmer Luckey 跟 Enduro 的崛起，就因為他當然他有很標誌的爆炸頭嘛，然後花襯衫嘛。他每一次受訪的時候，他都念茲在茲，他一定要提到台灣。對，他說過，如果中國真的入侵台灣，那就代表他失敗。他在說什麼？他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把他的企業跟台灣做這麼深的綁定？我其實我先講我為什麼會寫這本書，跟我會認識 Palmer Luckey，因為我們其實認識 Palmer Luckey 是因為他以前在做 VR 頭盔，做了一個叫 Oculus 的 VR 頭盔。那這個 被 Facebook 買走了，对，後来被买走，所以他那個時候大概21、22岁，他就是一個億萬富翁。他就跟你一樣閒不下來。我們沒有的，我們對他很忙啊，我們跟他那個身價日本不能比。閒不下來。但是他那個時候被買進去 Meta 之後，他就被踢出来，幾年之後他就被踢出來，原因是因为呢，他當年就捐款，那時候希拉蕊在跟川普做第一次的競選，他是那一個他就捐款給這個川普的這種我們可能講民營團體或側翼，那側翼拿下錢1萬美金拿去做什麼呢？他拿去買高速公路旁邊的一個看板。對，美國很喜歡在那邊做。然後因為這樣子他就被罵下台了，他就Meta 就把他開除了，那時候還叫 Facebook 就把他開除了。那時候你回去看整個矽谷的氛圍，2014、2015年，那時候很難想象川普會當選，尤其是在加州。然後有人去調查了 Facebook 當年的政治獻金的金額是9000個人捐民主黨，2個人捐共和黨，所以你就知道那個時候的這個政治理念的懸殊感是什麼。深藍只能這麼說。所以我們現在回過來看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就發覺哦，他是被 cancel 的，他是被取消的那一個人，所以他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對，所以他就被開除了，然後他就離開，所以回去創 Anduril。我們那時候在台灣看這些新聞的時候，你只知道哦，有一個有錢人，然後把公司賣了臉書，那不知道為什麼他就又被踢掉，這很正常，這在這個矽谷這個 drama 是常見到的，但是你就沒有再往後 follow。那後來呢，我們的共同好友這個葛如君先生有一天就跟我講說，那個國防部要採購 Palmer Luckey， 又是大寶啊，對，又是大寶，然後他就說，要買 Palmer Luckey 的東西，我說哈，這就是台灣自己的，對，台灣國防部要買 Palmer Luckey 的無人機，我說哈，2年前，我說有這種事，然後後來去研究，然後開始看他的專訪，然後呢，我看到第一個專訪就是這個應該是彭博社的，然後就在講那個 Emily Chang 的訪談，然後他就在說，Emily 跟他跟超級久的，我也有發現這件事情，然後就是亦步亦趨的貼在，這應該是很多人都有，其實都很多人，但我們看那個訪談就是說，哦，2年前的訪談他就在講說，你對於台灣這邊的看法是什麼？他就說，哦，我們有個內部的目標啊，就是我雖然不應該這樣子說，但是假設如果中共入侵台灣，他認為他公司的使命就失敗了。他們內部其實是有一個目標是叫27，也就是 China 27，也就是說，如果中國2027年入侵台灣，那我們公司要做什麼才能夠避免這件事情？他是以這個 goal 來設公司的目標，所以你就說，哦。真是很有趣，所以你就看一系列看了他這一堆訪談，那你就可以哦哇，這個家伙真的是很認真的就是想要做這件事情。我們要幫觀眾再次科普一下，所以他提供的是一個防禦性的武器，對不對？因為人會想到，好，做了這個軍工的公司，你就是應該是非常好戰的，有了戰爭才會有對於武器的需求嘛。對，他們的公司邏輯完全反過來。應該這樣講，所有現在要講的公司，其實包含秀 AI，其實大部分都在講的是威震。就是說，我不希望我沒有要用這東西來打仗，我希望的是我有這些東西讓戰爭不要發生。我覺得這些公司的理念都是偏向這個目的。我有能力，但是我們要做這件事情。所以他們的產品是什麼？最早的時候，Anduril 的一個產品是一個哨戒塔，就是一根柱子，然後上面有一堆各式各樣的感測儀器。那個時候其實川普說第一次競選，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他是說要蓋牆嘛，在墨西哥要蓋牆，但是蓋牆這件事情不切實際嘛。但是如果蓋哨戒塔，就我們玩遊戲就會哨戒，它就是在美墨邊界蓋了一堆哨戒塔。然後到此時此刻，應該還不是只有美國有，我記得還有其他國家也開始引進，而且不只有水上的陸地上的版本，水下的版本，還有水下版本。你可以想象，如果在台灣海峽插了一堆這樣子的 sensor， 那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裝備。那除此之外，包含了剛剛講大小型的無人機，大的比如說最近他們拿到的空軍的合約是。無人中程僚機，也就是說，我今天有一台 F-35，我旁邊有2台這個無人機，
就是陪着他，他可能是有其他的武裝或者是等等的支援的作用，然後他可以作為攻擊的前鋒這樣子，這是一種。那第二種是他跟这個澳洲的海軍已經簽約，也已經交貨了大型的水下載具，也就是說，它主要就潛伏在水裡面，然後裡面載了魚雷，那在必要的時候就是幾十艘、100艘就出去射魚雷給對方的這個的海上載具。那這個是潛艇的部分。那另外還有幾項硬體，那最主要另外我要講的是 latency， 就是它的大腦，它的指揮中樞，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戰場管理系統，你可以在這個dashboard 上面看到你現在所有載具的狀況，你可以用這個來做指揮，你要如何使用。然後當然它也有比如說這種戰場的頭盔，你可以看單兵的，你戴在頭上，你可以有一些類似紅外線等等的功能，甚至可以看到搭配着無人機偵察，你可以看到遠距離的東西，你可以有更好的視角跟射擊的方法。這是一間民營的私人企業，对，私人企業，它怎麼驗證這個地球上有這樣子的需求，需要它的東西？而且他在驗證這一連串的邏輯的時候，他一直提及的就是台灣。我覺得他說他跟傳統軍工不一樣，是因為那是政府要的東西，所以這些人才去做開發，然後研發、製造，就承包商這五大的。那他說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些新形態的國防公司，其實國防新創這些公司其實都是我們想象中這些商業公司的模樣，就是我们先開發好產品了，然後呢做得好，我們才去提案說你們要買這玩意兒。所以這又是顛覆性的一種做法，就我們先確定好，但前面但這本書我們裡面有提到，它有一些確認的方法。新的方法就是說，你要確保國防部需不需要，國會會不會通過，然後是不是有真實需求，有沒有別人做的比我們更好，它有幾個必要條件的。那當然這就好像我們在賣東西給 to B 嘛，不管是給公司或是 to G to government， 那你都要先確定相關的有這個需求啊，要不然你做出來的確會沒有人用，所以你不會做一個沒有人用出來的產品，你要先去確保這個是國家需要，就是立法院需要，國會們會有足夠人支持你才會做這件事情。所以你有整件事情就是說OK， 這又是新的一個思維跟邏輯做法，但是跟以前的國防產業不一樣。但是其實在這個民間的企業當中，早就有用這樣子的邏輯。對，但我覺得台灣這裡都一體適用，它就是一個 to B 的 to G 的商業模式。事業。我為什麼要這樣子問呢？是因為國防軍工產業在本質上面跟其他的民營企業是真的不一樣，因為資料安全，你應該有感覺到，就是我馬上要帶到下一間公司，就是 Anthropic。就是這個我們在美伊戰爭一直在講的，就是說這一次已經有使用了這個美國的這間公司開發出來的 Claude 的這個產品去辨認可以攻擊的目標嘛，然後這間新創公司就出來說，我不想要讓美國這樣子用我的東西，不可以監測美國的人民，也不可以讓 AI 變成一個可以判斷攻擊人的這個武器的系統。就是美國國防部到底為什麼會去採用這些民間的東西，而且願意把戰爭的資料啊、作戰啊，讓民間可以享有？最主要我們應該先講，就是說在上層，其實中間這一層其實是 Palantir 呢，它作為一個中介的廠商，它去整合了所有戰場的資料，把這些資料，就像我們做數位轉型嘛，我們要把紙本的，我們要把這些分散在各個系統裡面的資料庫整合在一個地方。Palantir 本質上 ERP 是不是？對，類似把 ERP 這些都全部整在一起。那它本質上在做我們可能會講叫 SI 公司在做的事情，但是它就是一個強大 SI 公司。它把資料全部整理完之後呢，它會它就會使用各式各樣的 model， 就是各式各樣的語言模型。那這些大模型呢，包含了 Cloud， 包含了 OpenAI， 包含了 Grok， 這些其實都是他們的選項。只是如果我們今天講今年年初的時候，最強大的模型確實是 Cloud 沒有錯。那個時候他們拿來打仗，那個時候發覺說，就是你們拿我們的去做這個戰場管理的工具，判斷哪些戰術目標是優先打擊目標，那這個東西會不會牽涉到我們當時間跟你簽約的條款？適用範圍。對，那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吵這件事情嘛，那所以當然就後面有一系列的問題。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是我們未來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是，那我們要把 AI 的道德紅線放在哪裡？那個時候吵了一件事情，就剛剛你有提到，第一個是我可不可以用 AI 來看這些資料庫，然後大量的監測人民。其實他們在吵的是一些美國憲法細節的一個東西啦。那第二個是，就是那當
做出這個殺人決策或攻擊決策的時候，它是一個自動判斷，還是一個有人會進去介入按下那個按鈕的？到目前我已知的都還是，不管是烏克蘭或是美國，現在大家都還是讓人做最後的那個按鈕的判斷。那所以這是叫做 human in the loop， 所以就是人還是要做介入的。但因為這樣子，所以美國軍方也意識到這個危險是，假設如果今天 AI 的模型提供商能夠切斷這個供應，對美軍或對美國來講也會是個危險。所以他們現在在 secure， 這是一個新時代的問題。所以我認為美國本質上也在做這整件事情的大量的數位轉型。你說美國自己也在做，他們也在吸取不管是從烏克蘭戰爭的經驗，或是來自於他们最新的這個美伊戰爭的經驗，就是來促進自己的轉型。對，無論是軍工產業，或是美國政府自己對於未來的國家的主權、戰爭的樣貌，全部都有一些變化。我們從4年前看 ChatGPT 出來之後，我們看到 AI 會影響所有人。我跟我同一輩，或者說所有人所有人都非常的興奮 ，AI 這一次會帶來的風潮，它不會亞於我們在2010年或2000年遇到的2次的網絡或者是行動網絡帶來的變革。就昨天這個 Demis 就是這個 Gemini 的這個創辦人就講說，他認為這個是比工業革命大10倍的影響力的東西，就沒有詞可以去形容它的影響力。所以這件事情很重要。那所以我們會看到我的所有朋友們都在致力於各項的數位轉型、企業顧問等的東西。但是我看到這個題目的另外一個有趣的就是，哇，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假設今天我們要打仗，我們的國軍數位轉型了沒？這是你真的想要探討的問題。不是這件事情應該說，我們看到美國人現在正在痛苦的改變。對，那這件事情勢必，我們 always 看到這個美國這個賈伯斯拿出了 iPhone 是2007，台灣人真的開始用 App Store 等等時候是2010。那顯然這件事情是一個典範移轉的過程，它會有一個，對，它會是一個時間差。那這個時間差會有多久？我們的任務在於縮短這他媽這個時間差。我想要挑戰你一下，我覺得這個時間差已經沒有了。對，原因是包括 Anduril 包括 Shield AI， 他們都在台北設立了辦公室。我特別去看了一下他們在招什麼樣的人，他們找供應鏈管理經理。對，因為其實台灣就是有很好的制造的能量嘛，然後他們又認定，或者是全世界都認定，現在台灣是這個地缘政治的熱點，所以他們把辦公室設在這邊，在這裡招人不意外。是。可是他們接下來，他在你的節目上面，在這個節目上面也說，接下来要持續擴張，爭更多的人。對。你覺得你在研究這麼多的美國的軍工商業模式之後，大家對台灣的影響，或者是台灣應該從這個模式當中學到什麼？不要再花3年的時間，好像這個西風東漸了。我們現在可以做些什麼事情？沒有，我相信他們現在不管是 Anduril 或者是 Shield AI， 其實他們不只是在台灣進行投資啊，他們其實就比如說 Anduril 可能是在澳洲，這個台灣、日本、韓國 ，Shield AI 可能是在波蘭或各式各樣的地點。其實這些所有人的供應鏈的布局都是非常的多樣化的。那多樣化的原因也因為是他們現在其實絕對是非紅的嘛，他們其實完全不會從中國這邊做採購。那你可以想象，在傳統在製造業這邊包含的晶片，包含的什麼 PCB 等等的東西，其實台灣一直都是有能力尤其在這波 AI 的浪潮裡面，硬體上面是我們的強项，所以他們也必須得在台灣做這些採購跟生產製造。那一個很重要的是，我認為啦，就是說我們當然除了硬體製造之外，我們還是得積極的建立起軟體這邊的優勢，因為實際上最終控制這些硬體載具的還是這些軟體。軟體者。然後裡面這些 AI 啊，然後我們如何能夠去自主的打擊目標啊，這些所有的軟體跟資料庫還是得靠我們自己。那這些東西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已經有意識到了，只是還沒有能力把它打造出來。但是現在有了 AI 的幫助，我覺得透過 AI 寫出這樣子的軟體的難度比以前大幅下降非常的多。所以這也是一種新的機遇。那我會想問一個很務實的問題，就是我們過去台灣在對美國發生軍購案，我們去採購武器的時候，就是我們會遇到各式各樣現實的問題嘛，政治的問題或制造能力的問題。那現在台灣的政府對 Anduril 或 Shield AI 來採購的時候，就沒有這個速度的交付上面的，甚至是人員訓練的問題嗎？我們從 Anduril 來看，其實 Anduril 它交貨是快的，就是說相對來講，它其實已經交貨一批了，然後在6月的時候，其實已經又
在演習裡面也滿把了。那速度上的確比傳統的5大軍工其實是來得快的。那這些軍工其實我必須講，我過去1年裡面，我的 Twitter 上面，全部是美國新興的工業這個軍工公司。然後第二個他們叫再工業化運動，就是他們把應該講 SpaceX 這些所有，或者是 Tesla， 或者是這些科技巨頭公司的人們，全部跑來做製造業。對，然後所有的錢，美國資本大力往這邊砸，還有包含的機器人。那對他們來講，他們認為 AI 跟機器人，就是馬斯克講嘛 ，AI 機器人才是美國接下來最重要的事情，才有辦法解決許多經濟上的問題。那這是他們勢在必行的事情，那他們也砸重大資本。所以我認為，你覺得我們國防部其實還蠻跟得上時代的？聽起来我覺得這一方面是因為地緣政治的 push， 然後美國人自己也在轉，那他們必須要讓所有人一起跟上。那我覺得整個時機點是對的，剛好是這樣。刚好是这樣。我們今天在這個跟 Fox 聊的過程當中，一直提到 SpaceX， 我忽然間覺得說，其實太空業有一個非常類似的典範轉移。你以前覺得說，要發射火箭，要在太空幹資料中心，這個應該是 NASA 做的事情，對吧？SpaceX 花了很長的時間，它是跟 NASA 就是做 partner， 對。後來覺得說不行，太多這個繁文縟節了，所以他自己獨立出來做，跟公開市場募集資金。這個已經算是這個一個很成熟的一個現在的 case 形式，只是發生在軍工產。對，它其實我覺得在講這些 deep tech 的時候，Space 是一個最好的典範，因為所有人都可以說 Space 已經可以辦得到，他們可以把所有大部分的零件都自己從頭到，如果自己需要，自己就蓋工廠把它幹出來。對，所以他的成功的確 inspire 更多的美國人在不管是德州或在其他地方。做更多這一種硬體的創業，這個是真實在發生的。好，那最後我就會覺得說，那這一切成功的模式擺在台灣眼前了。你覺得台灣，你剛剛講到一個，就是我們要致力於軟體上面的整合跟開發，加上 AI 的現在的工具難度其實大幅降低，所以我們應該投入更多。對，理論上是這樣。然後加上台灣自己的優勢可以變化出來。我覺得台灣優勢本來這些硬體啊、半導體這些所有，或者是過去那種腳踏車製造業，我認為他們都有更好的新的方式，找到自己新的下一代轉型的方向啊。但是我另外一個，我当然这是最近看到的是，日本有一家公司，那它叫 Terra Drones， 然後呢，它是收購了一家這個烏克蘭的無人機公司，然後呢，他們現在就是利用烏克蘭的戰場經驗，變成是他們的能力，然後他們的所有的這種武器的測試等等是可能在愛沙尼亞或者其他地方，所以變成說是一個很特殊的模式。台灣我目前還沒有看到有人成功，有聽說有人要做這件事情，但是還沒有成功做。我覺得這是未来一個很重要的方向，因為台灣有很多限制，日本也有很多限制，因為你會爆炸的東西，台灣是不可能出現的。所以我問細一點，所以你的意思是去採購已經有實際戰場上經驗的公司的產品，但現在已經很貴了。然後再合併買人家公司，然後在第3地、第4地去測試。然後另外一個是，其實我們要觀察另外一件事情是 Anduril 呢，我後來思考。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會做資本槓桿操作的一家公司。雖然我們看到非常多武器或非常多的系統，其實這些其實原本都是一家獨立的公司。他拿了這個Peter Thiel 的錢，然後大量的去併購公司。比如說你會做無人機，你會做無人船，我說好，你就要買下來，我們一起幹，變成Anduril 的一個武器。所以它其實是有點像是一種併購的概念，把它變成一個 brand， 然後不斷把估值撐高。所以它現在是全世界市值第1大的國防新創公司，對，原因也在這裡，他用了很多的 leverage 的方式，讓自己成為這個地位。所以這其實也是一個，我們看過很多商業操作這樣做，但我們第一次在看一家公司軍工業在短時間資本市場的操作，對，所以這整套事情都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model。對於台灣來說也可以，對，有可能是一個可以 leverage 的方向。講到這邊，我也很想跟觀眾朋友跟 Fox 分享，我最近跟我一個好朋友我們在聊的，他是一間公司的負責人。然後他現在在說，各個部門以前真的是資源福利，現在各個部門真的是算力，他從來沒有想過。而且他在公司裡面也開出了幾個以前他從來沒有想過會開出的職位。他在跟我分享說，現在整個工作的這個變化，工作場景的變化，已經快速到超過他自己身為公司負責人的想象。你也有觀察到類似的情況嗎？目前 AI 影響就業的狀況，我認為還在一個眾說紛紜的狀態。之前的說法就是，比如說 Anthropic 的老闆會說，接下來我們會遇到
大量失業的問題，因為或者是說對於一些 junior 的職位可能會消失。可是如果我們現在再去看一些最新的數據，沒有想象中嚴重，只是說大家在吵，其實因為我反而因為我現在會用 AI 的需求變多了，我需要更多人來做這些事情，結果我需要 hire 更多人，結果反而失業率是下降的。這件事情是一個很特殊、很特別的狀態，現在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但是我覺得兩邊的力道現在是，你都有看到這樣的，我都有看到他們的說法。因為我的確有看到新的職位被創造出來了，像以前沒有 agent manager， 現在有了，他就是要進去管 AI agent 的人。對。我記得這個有一個神譬喻是這樣說的：以前沒有社群小編，所有的公司都沒有社群小編，但是忽然之間，这是一間公司的標配。以後未來也會因為因應 AI 而出現我們從來沒有聽過的職位。因為我們需要跟 AI 溝通，然後原本有很多，因為我過去沒辦法 afford 這些軟體，或者是這些軟體開發工程師的公司，我有能力透過 AI 去 hire 一個人跟 AI 協作，打造出我想要的東西。我現在有看到蠻多這樣的例子，所以反而創造出更多的職位。好啊，那你現在也喜獲麟兒，你要是你覺得下一代的人要追求更好的工作職場的競爭力，那要怎麼準備？在這個全新典範都已經被打破了，職場的職位也聽都沒聽過的時代，我覺得我們無法去預測這樣子的時間點，就是說我們過去呢，可能在某個時間點聽到是，我們工業革命了，然後這個農業人口會大量下降，我們是不是要餓死了？因為沒有人種田啦，大家都去幹工廠了，那我們會不會餓死？答案是不會，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全球只有2% 的人在務農，但是他養活了剩下98%的人。原因有很多，包含農業革命，包含了機械革命，但所有東西，我說我們只需要2%的人去做養活所有人的事情。那好，20年後，我們假設我們有了 AI， 我們有了機器人，那我們人類的 purpose 不是為了工作。那時候，我認為現在比較可能需要思考的是，那人類活着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們人類活着的目的不是為了工作。在這個節目上面呢，曾經有嘉賓說，這個 AI 或者實體 AI 以後幫我們做了生活上面所有的事情，所以人類可以專注的去看文學跟藝術，提供各位觀眾朋友參考。今天我們聊了非常多，謝謝 Fox 帶着最新的這個新書，我要再拿來秀一下《無人軍團》Wonder Palmer Luckey 跟 Anduril 的崛起。然後我們講到現在，美國矽谷的這個創新的力量變成進入了軍工產業，而且自己跟自己國家的國防部也有一個數位轉型，你用這個詞我覺得蠻精準，他們就是在進行一個數位的轉型。那只是我們看美國可能會提前我們2-3年。對。那現在 AI 的時代搞不好現在台灣正在同步發生，在這樣浪潮上面怎麼做更好的準備？希望節目接下來還有機會可以邀請 Fox 來分享。謝謝大家。好，我們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這集節目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下班國際線，我們下周再見，拜拜。